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台湾精准医疗线上频道，我是菲菲。口腔癌呢是台湾常见的疾病，患者常常需要接受手术来切除肿瘤。然而切除后缺损的骨头容易造成脸部变形，而且呢缺损之后的牙齿也会造成进食的困难。今天呢，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嘉义长庚林志宏院长来跟我们分享院长专精的3D 列印技术，配合术中精准定位的技术来帮助患者重见光明。那还有后续牙齿的重建，我们欢迎林志宏院长。谢谢菲菲。大家好，在台湾口腔癌非常多，类似我们台湾的国病一样。在口腔癌手术之后，常常会有下颚骨的切除。如果是上颚的肿瘤，会把上颚骨的切除，这是很常见的。如果说我们的骨头下颚骨切掉之后，我们常需要把它重建起来。为什么需要重建？因为如果没有骨头的话，我们不仅是功能，而且外观会受到影响。那比如说年纪大的，如果说他没有牙齿，他整个脸会陷进去。那下颚骨没有的话，他所缺的不仅是骨头没有，牙齿也没有，这样整个下巴整个陷进去，这样会外观上会整个陷进去，这样外形上是不好看。外形不好看是一回事，但是最严重的，我们所担心的、所在乎的是我们的咬合。我们希望说，每个病人手术完之后，他的咬合是正常的。在传统的手术，我们切除之后都是靠我们的手感，外科医生的手感好，他可能对的比较好；手感不好，他对的不是牙齿都不是那么正。那我们一般牙齿，我们咬合常比牙齿跟牙齿之间比较完全的密合，正中心要对到，而且每颗牙齿、每个臼齿跟犬齿啊，还有侧门牙、门牙，全部都要对得刚刚好，完全密合才可以。如果没有密合的话，我们常不容易咬得好。那比如说我们去做牙齿的时候，你相差个1 mm、2 mm，你咬起来就不舒服，甚至以后关节会疼痛，颞颌关节会疼痛。所以说我们在做重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做精准的定位。在目前的科技上，我们已经有3D 列印，我们在经过电脑断层的数位的数据，我们可以做这数据的整合之后，可以列印出一个头颅的模型出来。那我们设计说，我们如何去把它定到一个正确位置？因为在口腔癌的病人，有些病人以前开过刀，或以前开过刀的骨头没对好，或者以前开过刀之后骨头没有补，所以他的咬合都跑掉了，所以还必须在电脑上去模拟，去把它组合到一个正常的咬合的面、咬合的位置，然后以及高度，3D 列印出这样的模型。那而且这个它所设计出来的模型，我们精准度是要小数点后面是几米。那比如说电脑组合之后，会有电脑工程师跟外科医生一起讨论来做设计，要怎么去做切割，来做重建。那比如说我们最常做的取用的骨头是拿小腿腓骨，可以看到它原来位置已经跑掉，我们要重新再做切割，把这中间再切断，把它护卫到它的正常的咬合面，再用小腿的腓骨来做重建。腓骨来重建的话，你现在的3D 列印的精准医学来说，譬如说你看我们所设计出来的这腓骨，我们切成好几段，为什么切成好几段？因为腓骨本身是一个直的，但我们必须把它切成好几片，再把它直的把它切成好几片，把它拼凑起来，才能组合成下颚骨所需要一个弧度出来。那这个精准是为什么说精准？因为你看所能算到40.00 mm，然后这边是29.27 mm， 所以它的精准度是非常的细。那以这样的情形，然后再设计出来的骨头，才能得到一个比较精准的、非常精确的一个位置、长度跟高度，那才能组合出这样的一个骨头的形状，让我们开刀的时候可以去对。那这是我们现在的3D 列印，但3D 列印出来之后，任何手术都这样，即使这是在电脑上组合之后，我们在临床在手术房，我们再切，再锯齿再锯齿再拼，锯完之后，我们再骨头再把它用钢板拼凑起来，把它对起来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些的误差。虽然说我们在纸上画，在电脑上画是一个小于 mini 的精准度，可是，在临床上我们在对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点的误差。所以为避免这样的误差，我们现在是用术中的电脑的导航，
对完之后，我们再给电脑导航，再对那个位置，精准到1mm，我们就是把那误差降到最低。以前当我们只有3D 列印的时候，我们即使做这样子，我们的误差是5mm左右，还是会有5mm误差。5mm误差的话，如果是外形的话，可能只是外形上，这边出来5mm，这边进去5mm，可是，在咬合上一点点5mm误差，就是病人就咬合就跑掉，病人就没办法达到我们就没办法达到病人的咬合上的恢复，这样对病人生活上是有困扰，而且5mm的误差以后就没办法植牙。我们做3D 列印做出来之后，这个面就是让我们可以让病人可以植牙，植牙的螺丝钉可以打在这上面，然后再植牙植上去，让病人可以植牙，这是我们在重建的目的。那现在用电脑断层，那我们称作 ICT。这是一张术中电脑导航影像融合的照片，黄色部分是术前我们用3D 列印出来的模型，我们去扫描出来的照片。那红色是病人在术中去组合好的对回去的头颅的形状。那可以看到，当我们把影像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它影像是融合在一起的。骨头把它定回去之后，它的整个设计跟我们术前的设计是结合在一起的，所以可以看到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参差，等下都有这些凸出来一些进去，等于说是融合在一起，这才是一个精准的医学。它的误差，我们目前的研究是大概是1mm左右，所以说我们可以进入3D 列印做出来一个1mm的精准医学的骨头的复位。院长，口腔癌患者呢，常常在术后因为切除之后骨头凹陷，而且呢缺损的牙齿会造成进食的困难。那有没有这方面可以解决的方法呢？菲菲问的问题真好，这也是很多病人所关心的问题。在台湾，下颌骨的缺损是比较常见，上颌骨相对少一些。但上颌骨的缺损，它影响的主要不是咬合问题，主要是脸型的变形。那像这个病人，他因为手术切除之后，这边上面的骨头没有做重建，整个上颚、整个脸颊会陷进去。那陷进之后，整个嘴唇也会变形，那常常嘴唇容易受伤。那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常常在手术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做骨头的移植。一样，在目前我们是用小腿的腓骨移植。那腓骨移植一样，在跟下颌骨的重建，我们用3D 列印做出来。在上颌骨也是一样，用3D 列印设计出这样的模型，设计出来之后，再把这骨头再钉到脸上，这样才维持脸的一个外形。我们举例，在这个 case， 我们手术的时候所做的手术，我们一样就设计好之后，把骨头再钉回去。钉回去之后，这个外形是术中的电脑断层摄影出来是这样子。那我们马上叫做电脑定位，再去影像融合，看是不是对得够好。那这张是另外一个图片，可以看到黄色就是术前我们扫描出来的头颅，那蓝色就是我们术中开刀对回去的骨头。可以看到整个脸部的构造，术前术后的影像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可以达到1mm的整形，它没有什么误差，没有误差。那有这样的骨头定回去之后，就能维持它脸的外观。我们脸需要足够的正常的弧度。我们这样的话，这边它脸颊才不会陷进去。那以后还可以跟下颌骨的缺损以后可以植牙一样，上颌骨等以后骨头都长好稳定之后，病人一样可以去接受植牙手术，这样来保持脸的外形以及更好的咬合。今天非常谢谢林之宏院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资讯，那也谢谢大家的收看。OK， 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。